你可能已经看过100支 YouTube 成长影片了，标题技巧、YouTube 公式、发片时间你全都到，但是你的频道还是没有到。问题不是你懂得不够，是你懂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不讲标题，也不讲缩图，我只讲3个问题，这3个问题才是真正决定一个频道往上冲还是原地打转的东西。讲完你就会发现，你过去学的那些技巧其实都只是表面。How's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，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，一定要记得订阅。我也准备了一份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。整个 YouTube 可以浓缩成3个问题，第一就是多少人看到你的东西，第二看到的人里面有多少人真的看完而且是喜欢的，第三你拿到这些关注度之后，你打算拿它做什么？翻译成白话文就这样，触及、留存、转换，就这3件事情，没有别的了。你看到的每一支 YouTube 教学影片，不管讲的是什么，最后都可以归进这3个篮子里面。我们一个一个拆解。第一个问题，多少人看到你的东西？这件事平台在很早的阶段就决定了，比你想象的还要早。而且决定的关键不是剪辑，是你的选题。注意，不是剪辑不重要，而是大部分人把时间都花在了拍摄跟剪辑上面，却几乎不花时间在选题这件事上面。这个顺序是颠倒的。一个对的选题可以让一个频道从原地打转变成有动能往上冲，一个错的选题，剪辑做的再细致，天花板一开始就定住了。所以在你打开相机之前，先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市场调查。你要去看这个题目有没有人真的想看。我说的不是你朋友圈，是完全不认识你的陌生人。你可以做出一支你自己觉得非常棒的影片，但是如果这个题目本来就只有100个人在意，那么100个人就是你的天花板，而且不代表这100个人全部都会看。我们要在按下录影键之前，就要先想清楚这支影片的规模可以做到多大。你可以对于你的题目有热情，就很好，但是同时要对这件事情保持清醒，花点时间去泡在那个领域里面，去看一下已经存在的内容，去搜寻你想到的每个题目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派，但是这就是研究的方法。搜寻这个题目存在吗？长什么样子？看已经在跑的东西，不是要你抄，是要你去确认这个题目本来就是有人在看的，去看一下别人在做什么，去看一下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哪些名字了，他们在关心什么。跳过这一步的人几乎都是把全部的时间砸在了剪辑上面，结果频道还是动不了。讲到这里，如果说你想要有一套完整的框架，把选题到定位这一套逻辑完整的走一遍，我准备了一支免费的公开课，2026 YouTube 成长蓝图，里面会拆解给你看2026年的 YouTube 真正在看的几个关键的讯号，还有一套完整的成长策略框架，连接会放到影片下方，你可以直接点开看。第二个问题，看到的人里面有多少人认真的看完了，而且是喜欢的？注意，不是看完就好，是喜欢，这两者中间差了很多啊。一个人可以点进你的影片，技术上算是看了，但是5秒就跳走了，也可以是整个人黏在荧幕前面，看完之后又点开你的另外3支影片。YouTube 不是在等你走运，它是在观察你，它把你的影片推荐给了一小群人，去看这一小群人喜不喜欢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推荐给更多人。它只会持续的去推那种让人喜欢的影片。所以你的工作不是去给资讯，是给体验，不是站在台上讲稿，是把观众拉进到对话里面。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打开一个 AI 工具，问到一样的资讯，他们今天点开你的影片，不是为了资讯本身，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讲这件事情，那个节奏，那个感觉，你才是他们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复制的东西。这句话我要讲清楚，很多人低估了自己在整件事情里面的分量。接下来这一段可能会有点刺耳，如果你听了不舒服，可以先去深呼吸一下，不要爱上你自己的作品。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血，你可以为它感到骄傲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当你开始为了取悦自己而做，不是为了服务观众而做，你就已经输了。
如果你在做 YouTube 纯粹是为了兴趣，是一个创作的出口，那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做你自己开心的就好。但是如果说你想的是把频道当成事业来经营，你每一次都要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，这支影片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？就算是娱乐类型的内容也是一样的，你可能会觉得我拍的是美食，是生活，能够改变谁的人生，但是你错了，你在做的事情是把一个人从他原本的情绪里面带走，让他整个人投入到你创造的世界里面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价值的。太多人拍完一支影片，自己重复看好几遍，越看越满意，然后就卡住了，迟迟不发下一支影片，因为他们已经变成自己的作品最忠实的观众，这样频道是动不了的。我是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事业机制来看待，如果你纯粹是艺术创作，这句话你可以跳过，但是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被看见，是变现，你要记得内容就是为观众而做的，不是为你自己而做的。第三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前想过，你拿到关注度之后，你打算拿它做什么呢？太多人冲着观看数还有订阅数去了，结果真的红了，完全没有计划，然后关注度真的来了，反而慌了，整件事情搞砸了。触及、留存、转换三个都要有答案，不能只做前面两个。你是想要去透过 YouTube 建立一个事业，还是进一个社群，还是单纯的分享一件你喜欢的事情？这些答案都没有对错，但是你要有答案。我用一个画面来跟你说清楚，成功的几率长什么样子。想象一个存钱筒，你不知道到底要投入多少枚硬币才能够把它填满。大部分人听到这件事情，第一反应就是那到底要投多少才够呢？会不会白费力气了？然后就开始犹豫，迟迟不敢动手。但是另外一种人直接就开始投了，一枚再一枚再一枚，他们知道只要持续的往前，总会有一天会填满的。然后走到最后的就是第二种人，你的重复次数决定了你的名声。太多人永远停在了规划阶段，永远不进入到行动阶段，然后你发一支影片看结果，调整一点，再发下一支影片。你做的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件事情，你要确认这个题目的市场到底有多大，再想办法在这个市场里面把自己做到最好。如果你是抱着兴趣的心态，那就停止看这种 YouTube 成长类型的影片，不用管这些，单纯的就去享受就好。我自己拍这些也很开心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换一个角度讲清楚，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能够靠这个活下去？想想看，有多少人在打电动，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去打进了职业电竞的比赛？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在玩，一路筛选到最后站上舞台的是极少数的，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，是因为他们对结果的偏执，对这件事情的玩法偏执到愿意一直研究，一直调整。YouTube 也是一样，人生很多事情也是一样，事业、健康、关系都是一样的。你不会意外的走到最后一关，除非你对结果本身异常的执着。你准备好把频道往下一阶段推了吗？这三个问题如果你都想通了，逻辑都对了，频道却还是卡住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跨过下一关。那一关是两个看起来很小的数字，但他们会决定你能不能够真正开始赚到第一笔钱。一个跟你的订阅数有关，一个跟你的观看时数有关，听起来就只是两个门槛，但是大部分人都卡在这里，卡的原因几乎都想错了。我的下一支影片，我会把整条从零开始走到真正开通盈利的路径，一步一步的去摊开讲给你听。你现在卡在哪一步？看完就知道了。这部影片非常重要，你可以直接点开这一支，把这条路径走一遍。